大明战神蓝玉到底有多狂妄？朱元璋借着驸马欧阳伦查马走私的案子摆下宴席，敲打淮西勋贵，本意是暗示这群老部下主动上交兵权回乡安度晚年。怎料骄横跋扈了大半辈子的蓝玉根本不敢乖乖认命，他既不敢公开顶撞朱元璋，又舍不得放下手里攥着的兵权。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蓝玉就带着一大群淮西将领去找老大哥徐达。待会儿见着徐帅，大伙儿只管放怀说话，徐帅肯定帮咱们的。没想到蓝玉很快就会被现实狠狠打脸。徐达压根不想和这群人有过多牵扯。作为大明开国第一功臣的徐达，比谁都懂朱元璋的心思，锦衣卫的暗线眼线遍布全国各个角落，稍不留神就会被朱元璋抓住把柄。蓝玉竟然聚众串联，实在是太不知深浅。为了让这群人清醒认清当下的处境，徐达当场就对外宣称自己重病缠身。大帅令在下向各位道歉。大帅说，眼下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见面。然而粗线条的蓝玉根本没读懂徐达这番话的深意，吃了闭门羹的一群人当场气得火冒三丈。眼下李善长已经辞官返乡，彻底远离朝堂，唯一能给他们撑腰的人只剩马上就要升任中书省左丞的胡惟庸。于是几人转头就敲响了胡惟庸的府邸大门。而看清门外站着的人后，胡惟庸是无比激动。他和蓝玉两人的诉求刚好完全对上了胃口，一边需要拉拢军中势力稳固自己在朝中的根基，一边需要朝堂上的靠山替自己遮掩罪行。各位将军，要是看得起我胡惟庸的话，就敬起痛饮几杯。不想真讲义气啊！不想真不像公是我们的淮西大哥呀！几杯酒下肚后，蓝玉不出意外的又开始飘了。整个大明的天下都是他们淮西老兄弟拼死打下来的，多占点好处又能算得了什么？朱元璋自己当了皇帝，后宫佳丽成群，却反过来不准他们修炼凹凸神功，现在更是要直接把他们全部遣返老家，摆明了就是坐稳江山之后卸磨杀驴。有了蓝玉的带头，武将们全都忍不住吐槽起来，这让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胡惟庸瞬间就抓住了扳倒刘伯温的机会。不能怨皇上，皇上这么做也是让人给逼的。谁逼上来的啊？弄了半天。用蓝玉这个莽夫来借刀杀人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。胡惟庸顺势把所有脏水全都泼到了刘伯温头上。淮西勋贵、骄兵悍将这类让朱元璋忌惮的词语，全都是刘伯温提出来的。皇上之所以对他们这群老部下越来越不满，全是刘伯温在背后挑唆。驸马欧阳伦的案子就是摆在眼前最现成的例子。刘伯温这个糟老头子不辞辛苦走访五省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这群淮西老将连根拔起。这个臭老卢是朝中奸臣，专跟咱们淮西子弟搞过去。王八羔子，咱们也没得着他，他干嘛要把我们赶尽杀绝？在场的淮西老将听后个个义愤填膺，恨不得直接把刘伯温五马分尸。眼见目的已经达到，胡惟庸也不忘当众表明立场。弟兄们是淮西籍将领，我胡惟庸也是淮西籍大臣，我和大伙是生死同拼，荣辱与共。胡惟庸这番掏心窝子的表态，瞬间就收服了蓝玉。在蓝玉的带头拥护下，胡惟庸直接成了淮西集团新的领头人。而此时皇宫里的朱元璋正愁得眉头紧锁，边关突然送来800里急报，前元于聂打忽儿率领大军卷土重来，军事重镇雁门关眼看就要被敌军攻破。听完下属的战报，朱元璋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。前几天他才刚刚决定收缴淮西将领的兵权，噶忽儿突然举兵犯境，直接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。胡惟庸得知这个消息后是喜出望外，战事一起，朱元璋势必要重新启用这群能征善战的淮西武将，而这正是他们借着战事向皇上提条件的最好时机。只要兵权重新回到手里，刘伯温就成了人人拿捏的板上鱼肉。随即胡惟庸就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通知给了蓝玉等人。蓝将军，噶忽儿趁各位回京贺寿之际，集兵6万破关南下。大敌当前，朝廷还得依靠你们这些骄兵悍将去杀敌护国。你们赶紧返回府邸，就等着上位召见吧。听完消息的蓝玉直接激动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。胡惟庸为了把所有淮西将领牢牢绑在自己的船上，也当众做出承诺，不管他们谁做主帅中书省，都会全力提供后勤保障。谢过胡相。而后续的发展也完全在胡惟庸的预料之中。外敌压境，朱元璋只能重新启用淮西武将。蓝玉被任命为此次北征的前军主帅。大军正式开拔的前一天，朱元璋亲自登上城头给蓝玉送行。怎料蓝玉接下来的举动直接让朱元璋动了杀心。咱刚才说了，让你们先退下。退下！退！